爸爸，中国和台湾是不是要打起来了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今天我们这一集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可能会对中美台关系、对投资和世界的秩序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本来我自己的推算，这个机会还是很高的。之前我也讲过 ，Ray Dalio 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开战的几率已经是超过50%了。但是最近有2件事情使我开始比较乐观了，形势可能会改变，而且不光是世界可能变得更加的和平，在投资方面也会有翻天覆地的影响。首先，我们看到最近特朗普和拜登的总统大选的辩论，拜登是惨败。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的几率是大幅度的跑赢了拜登。第二，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说，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对欧盟委员会的主席说，中国不会上美国的当，跟台湾打起来。这个如果是真的话，那的确是非常好的消息。那之前我们跟大家都说过，根据 Ray Dalio 的框架，一个帝国的兴衰有8个不同的数据去看。美国现在正在走下坡路，而中国近年是快速的崛起。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的话，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老大。但是过去500年，每一次帝国的兴衰，当老大和老二要交叉的时候，都会发生战争。而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是按照过去10年发展的速度的话，而美国内部的矛盾也是不断的深化的话，那根据 Ray Dalio 的判断，我也同意 Ray Dalio 这个推算，中国的确是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越美国。那美国要保住这个世界老大的地位，特别是要保住美元霸权，继续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让它继续有这个印钞票的铸币权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挑战的老二打垮。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民主党，特别是佩洛西之前也访问了台湾，使到台海的局势紧张。拜登也是非常针对中国，明确中国成为头号的敌人，在科技领域已经是跟中国打开了战争，把半导体的设备和其他的技术不卖给中国。而布林肯访华之后也警告，可能会在金融方面制裁中国，不让中国的银行或者企业用 SWIFT系统和美元。那如果真的是这个金融核弹发生的话，这可能会逼中国走上极端的路。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台湾的赖清德在宣布独立，那可能中国是被迫的要展开他曾经说过的武力统一台湾的承诺。那所以现在习近平公开的讲不上美国人的当，其实这已经在铺垫，不让美国觉得他手上有这一张台湾牌。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的话，中国大陆一定会展开武力统一台湾。那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经过第1轮的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我们看到拜登是明显的惨败，他表现出老人痴呆，很多话都讲不清楚。Dealing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to do with所以特朗普在这一次竞选之后，他赢的层面会大很多。基本上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下一任美国的总统又会是特朗普。那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看的是利益，而且是短暂的利益，所以很有可能特朗普也知道，如果真的是开战的话，是双输 lose lose， 损失惨重。但如果可以避免这场战争，从中给他拿多一点好处，为美国拿一些利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样的话，台海很有可能紧张的局面会缓解，美国在这里可以闷声的发大财，可以问台湾要点好处，而中国可能是避免了上美国人的当，卷进这场战争，争取更多的时间和平发展它的经济和科技。那还有一个，特朗普上台的话，对中国利
利好的就是特朗普当选之后，他整个班子要重组，他找到了这些人，上任了之后也要开始熟悉整个事情，中间可能意见还有不合，还要磨合等等。所以我觉得头2年他们不会做一些对中国大陆强硬的事情出来，而且这2年之内，特朗普可能还是优先的要搞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2年之后怎么样？当然现在太早来判断，但是我觉得起码会给中国大陆有2年的喘息的机会，好好的发展他们的科技和经济，特别是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开拓出口到欧盟、中东、非洲、南美洲这些非美国的市场，所以这个也会对中国的股市带来利好的刺激。那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我们的投资策略应该怎么样调整呢？那当然要调整啦，不调整就死得好惨啊。那首先我们系统化的用选股5部曲这个框架来梳理一下在投资的策略上如何调整。那我个人是更看好中国和香港的股票，统称中概股。我们看到其实在拜登的期间，大量的欧美的资金是撤离了中概股，特别是香港的股市，就是因为有打仗的可能。巴菲特也公开的讲，他抛售台积电不是台积电股票不好，就是因为地缘风险，也就是战争。虽然大家不讲明白，其实大家都知道有战争这一个风险在里面，而且美国和中国就算不打仗，也做好了全面打仗的准备。所以在这里，科技的制裁和围堵使到中国有些产品，特别是在晶片方面买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产品，使到中国的 AI 和其他领域的发展有所影响。那当然在投资的层面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些资金撤离，使到香港的股票现在是非常的便宜了。香港的楼市全世界公认的离谱的贵，香港的股票是离谱的便宜。那为什么这么便宜？欧美的资金不回来呢？其实他们已经有一部分大胆的资金是回来了，但是大部分的资金还是因为怕万一台海发生战争，美国进一步的金融制裁中国或者是香港。特别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如果美国制裁港交所，或者是不给港元跟美元挂钩的话，这个对投资香港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这样做对美国也有不少的损失。那特朗普是一个生意人，我觉得他不会让美国的利益受损，那也是使到更多的投资者敢慢慢的回到了香港的股票市场，也包括 A 股市场和中概股。在选股5部曲这个框架里面，第一步是看整个股票市场的牛熊周期。特朗普上台，港股、中概股甚至是 A 股应该会迈入牛市。有了这么样的一个牛市的展望，也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这就是典型的牛1的急速的反弹之后，有牛2的漫长的爬坡。那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那肯定会利好美股啊。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在2018年特朗普当选的时候，当时呢他是推出了各种的减税政策，包括企业的所得税从35%降到21%，个人的所得税也是下降的，而这也导致了那些企业不用交那么多的税，企业的价值更多了。想象一下，如果你以前是交35%的税，你交完税之后剩下来65%的资金，但是减税之后你只需要交21%的税，留给股东的价值从65%提升到了79%。这时候你用 DCF 这种估算价值的方式来计算的话呢，这些股票的价值就会马上提升，并且反映在股价里面。而企业减税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企业的剩下来的钱呢，它可以去回购股票，或者是把这些资金拿去投放在研发产品阶段，所以这也会导致投资者认为减税是有利于股市。所以在18年的时候，美股的股市氛围也是非常的炽热，企业多了钱之后也会增加投资，而这也会利好经济，所以投资者都
都在预测特朗普当选主张减税，而就算不减税，也起码不会加税。之前巴菲特也是担心美国将来会加税，而从而卖掉了部分的苹果。如果特朗普能够影响到美联储能够减息的话，那减税减息双管齐下，美国的经济不就起飞了吗？的确，如果这个货币和财政政策都是宽松的话，美国的经济会好，股票市场也会好。当然，这背后的代价就是又回到了通胀会回升的时代了。特别是如果特朗普要减税，他可能是靠加关税来增加国家的收入，而加关税也会推高整体美国的物价，使到通胀上升。那通胀上升其实是慢性的，使到美元的价值下降，因为美元的购买力少了。而如果特朗普又使到美国的赤字增加，美国所欠的债再增加的话，也有可能会加快美元快速的崩溃。无论是快速的崩溃，或者是缓慢的贬值，对美元都不是很好。而降低利息又会利好黄金和其他的贵金属。所以我们推进一步的话，选股5部曲，第2步我们看的是行业和板块。特朗普上台的话，我个人会看好黄金、贵金属和他们的矿业股份。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是不相信清洁能源的，他上台之后一定会废除拜登对清洁能源这一方面的补助，这样我个人觉得石油的价格会有支持，传统的能源的股票也会利好。而我们要避免的是，在美国的清洁能源的行业板块，像太阳能，过去在拜登的时候是涨了不少，未来可能会有一个大的调整。另外，美国的电动车也会受到打压。相反来说，美国如果减少了补助这些清洁能源和电动车，无疑是给了中国这些清洁能源和电动车的行业另外多几年没有竞争的去发展市场，使到中美之间的差距会越拉越远。那又回到了 Ray Dalio 那个模型，时间是站在中国大陆这一边，中国只要不打仗的话，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可以超越美国，成为第1大的经济体系，甚至在科技和工业各方面都可以是超越美国。我们刚才呢就用了选股5部曲的第1和第2步去看整个行业和市场。那看过选股5部曲的同学们，记得要做功课哦，记得要留意又好又便宜的公司和企业。如果你有找到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分享一下你看好的公司。如果你是没有看过选股5部曲的话，你也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了解更多这一套简单有效的选股方法。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因为我们会将复杂的经济理论简单化的讲解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学习和吸收。那我们下次再见。